有沒有一種人，你一想到他就血壓上升啊？就是那種上班最會推工作的人，升遷最快了，插隊的人永遠搶到位置，考前都說沒讀書，結果考98分。你努力半年，他運氣好，一天就超車。然後有一天你聽到一個消息，他竟然過得很好，你瞬間有一種屬靈上心的心肌梗塞。你跟上帝說，主啊，你是不是搞錯人了？今天約拿書第4章就是整本書最爆笑的一章，因為前面大家都以為約拿是英雄，結果最後發現他其實是全書最生氣的人。故事來到第3章結尾，尼尼微全城悔改，國王悔改，百姓悔改，連可能在旁邊吃草的牛羊都跟着禁食。結果神決定不降災。看到這裡，我們都會說太好了，大復興，大收割，超級成功。結果聖經第4章第1句非常離譜，這是約拿大大不悅，且甚發怒。各位，全城信主，先知生氣，這是什麼操作？這好像教會辦福音聚會，來了1萬人決志，牧師在後台摔椅子，大家都歡呼，只有主角崩潰。然後呢，約拿終於說出真心話，他說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。翻成現代話就是，我就知道你最後一定會原諒他們。各位，你有沒有發現，約拿生氣不是因為神不慈愛，而是神太慈愛，尤其慈愛到他討厭的人身上。這就像什麼啊？你被同事氣3年，天天幫他收爛攤子，結果年底頒獎典禮，最佳員工是他，你在台下鼓掌，心裡想的是報警。約拿也是，尼尼微是他最討厭的敵人，他心裡一直期待什麼？期待天降火球，結果等來的是恩典。很多人也是，我們很喜歡神赦免自己，不太喜歡神赦免別人。自己犯錯，主啊，求你赦免啦；別人犯錯，主啊，求你審判。自己遲到，情有可原，別人遲到，人格有問題啦。自己講錯話，一時失言哦，別人講錯話，這個人沒救了。約拿其實照出了很多人的內心，我們愛恩典，但只愛給自己用。於是約拿氣到跑到城外，搭了一個棚子，坐在那裡等什麼？等尼尼微突然爆炸。各位，這畫面超有喜感，像一個人買好爆米花，坐在電影院第一排，準備看災難片啊。結果電影一直沒開始，他越等越火大，然後神開始上課了。神安排一棵蓖麻長出來，幫約拿曬太陽。約拿超開心，聖經甚至說他因這棵植物大大喜樂。各位請注意，全城10幾萬人得救，他沒開心，一棵植物長出來，他超開心啊。是不是很像我們？家人平安健康，習以為常， WiFi 斷線5分鐘，世界末日了。神保守我們1年，沒感覺。手機掉在地上，立刻禁食禱告。人類有時候很奇怪，對重要的事麻木，對小事極度敏感。然後呢，第2天神又安排一條蟲把植物咬死，植物枯掉，太陽曝曬，熱風吹來，約拿再次崩潰。他說，我死了比活着還好。各位，昨天為植物開心，今天為植物想死這情緒起伏比股票還刺激。神這時候終於問出關鍵問題，你為這棵植物發怒合理嗎？約拿說合理。看到這裡真的很好笑，但仔細想想，我們不也常這樣嗎？因為一句流言不開心3天，因為一次失敗否定自己1年，
因為一個人的評價失眠一整晚。神其實在問約拿，你到底在乎什麼啊？你在乎一棵一天長出來一天枯掉的植物，我卻在乎12萬個生命。約拿在乎自己的舒適，神在乎人的靈魂。約拿在乎自己的感受，神在乎人的未來。這就是整卷書最震撼的反轉。我們以為約拿書是在講魚，其實是在講人的心。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風浪，不是大魚，不是尼尼微，而是我們的眼光有多小。神想把約拿的視野從一棵植物提升到一座城市。今天神也在做同樣的事，把我們從只關心自己的得失，提升到關心神所在乎的人。約拿書最後沒有告訴我們約拿怎麼回答，因為神把問題留給每個讀者。當神憐憫你討厭的人時，你願意跟神一起開心嗎？金句：當你只在乎自己的舒適，世界會越來越小。當你開始在乎神所在乎的人，你的生命才真正變得偉大。